大家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美女嘉宾 Maggie 做客我们那个精锐商派的节目啊。Maggie， 你可不可以给大家就是说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是 Maggie 老师。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精锐集团，和 Mary 女士一起跟大家做一次有关教育的分享。我是2011年移民到多伦多，来到多伦多之后呢，我就开始从事这个私校申请顾问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我大概已经输送了差不多有1000多名学生，遍布加拿大的很多的这个前30的私立学校去求学。是 Maggie 呢，在我们那个华人社区知名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呢，在他这个职业呢，就说不是很多能够从事这个做私立学校升学的这种顾问的这种角色的人很少很少。那我们都知道呢，就是说我们华人呢非常注重的教育，就是说大家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呢就尽自己的所能吧，给孩子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教学环境。那 Maggie，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做了顾问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应该如果从最开始算起的话，已经今年是第13年了。13年了，哇！那你大概每年会送多少个学生呢进这些顶级私校？每年如果说大大小小的这种单次的咨询，加上一些非常深度的合作的打包的申请，应该每年都会有50到100个的样子。哇，那工作量也是很大。是的，工作量是。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华人家庭想申请的私校主要是哪些私校呢？因为多伦多这个城市它特别有意思，它的市中心呢有3大男校4大女校。大部分的华人家庭都比较心仪的是在市区的几所男校和女校，像 Upper Canada College、Crescent School， 还有像 St. Michael， 还有包括女校里面的 Bishop Strachan、Branksome Hall、Havergal 和 St. Clement。这几所男校和女校，加上周边的一些寄宿型的大型私校，包括 Appleby 在 Oakville， 还有在这个 Port of Hope 的 Trinity College School， 以及在 St. Catherine 的 Ridley College 和的 Lakefield College。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加拿大的一个走读寄宿结合在一起的顶私的联盟。那你在帮助学生去申请的时候，就申请这些学校，这个是不是难度很大？我可以这么说，就说每一个学生他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家庭在培养自己孩子的过程当中给孩子的一些思维习惯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70%-80%的华人家庭来说，他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如果不能够找到自己为什么和这个学校的教育理念是相契合的点，那么他的申请难度就会比较大。但是如果说这个家庭平时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些契合的点正好是这个私校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需要的类型，那这些家庭可能在申请的时候难度就不会觉得很大。那这些私校你说要跟这学校来契合的话，那这些学校他最注重的是孩子就是哪方面的学习能力吗？品德吗？业余爱好吗？还是哪些方面的特长会吸引到这个学校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但是这个问题呢，也按年龄段来讲，也就是说越是低龄段的孩子，学校在面试的过程中越看重家长的思维习惯和家长的教育理念。其实家长也占了很大的对。但是一旦初高中以后呢，就招生官越来越看重的是孩子本身展示出来的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那我们很多华人家长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的孩子是不是得要钢琴冰球花样滑冰或者说这个足球篮球，是不是要10项全能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家庭在咨询我的时候都习惯先把孩子在特长上的奖项拿出来给我看，但这些呢，其实对于9年级之前的申请者来讲，并不是招生官特别看重的点。他可能会希望你多参加一些集体性的体育活动，多有一些艺术乐器还有画画之类的爱好，但他更看重的是你平时是如何将自己的课外学习资源和校内的学习
进行一个结合，让一些好的学习习惯能够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一个孩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正确的性格养成方式。那这一个才是招生官喜欢的，我们说的潜力股。那就说对私校的话，他是不是对学习的成绩要求特别高？应该这么说，就说学习成绩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不是一个唯一的条件。就说他在招收学生的时候，都会要求学生递交前2年的成绩单，成绩单上老师对你的日常的评语，也就是学习习惯的评语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安省的这个持牌老师，我们都会在职业自治培训的时候，要求把孩子学习习惯测评的这一页放在成绩单的前面，而把分数放在后面一页。对，你说学习习惯是包括哪些方面呢？学习习惯呢，我按照重要的次第来跟大家讲啊，一般就无外乎是这几个方面。当然，有的私校和有的公校，他们在成绩单的这个结构上面是不一样的。但是最重要的学习习惯其实是合作能力。合作能力叫 teamwork， 对，叫 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 这个词呢和 cooperation 配合能力又是2个概念。Collaboration 是指你不仅要配合，还能够对整个团队的成长和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非常机械的顺从。那么第2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呢是 organization， 这个对低龄孩子特别重要，也就是自我管理能力。你每天能不能自己把该用的学习用品啊都能够带到学校啊？你是不是经常迟到早退啊？然后第3个能力呢，我们叫 initiative， 也就是自驱力。这个孩子愿不愿意跨出舒适区？他在遇到挑战、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他是选择退缩，还是选择去寻求帮助，还是选择去尝试新的解决的方法？但是所有这些能力里面，最近有一个新的能力，招生官特别的看重，就是创造力。我们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这个就是科技的这个各方面的发展，就是我们很多的学习活动的信息来源，其实变得更多，也更加简单的能够获得。那么在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最先进的新型的教育模式、网络教育模式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人，招生官更看重的是这个孩子的创造能力。所以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对，相对而言，反而是独立学习能力被排在这几项能力里面，就是招生官就是在评估的时候不会那么的重视，因为他们觉得团队成功永远是高于个人成功的。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跟中国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哈。中国的教育可能更注重就是单打独斗，对，说你自己非常优秀，那就是最好的。但是加拿大教育就非常就是注重这个 teamwork， 大家呢就很多 project， 很多 IC 要一起来做，是吧？对。所以我们华人在7年级之前比较注重孩子的学术基础能力的培养，但是西人呢，在这个阶段呢，就比较注重 character education，也就是性格教育。对，现在你看很多学生就是大学生嘛，有一些忧郁症啊，或者说遇到一些坎坷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极端的行为。但如果从小他就是培养的是非常阳光、健康，遇到困难能够那个很果断的去解决问题的哈，这些孩子可能就在社会上会有更多的这个立足的这个和发展的这个空间。对，是的，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除了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一些能力，创造力啊，我们说合作能力，其实我现在还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多培养一些钝感力，因为现在高敏感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就是对，非常的 sensitive， 就是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内耗比较严重。这就是刚才 Mary 提到的，就是到了大学以后抑郁症包括心理健康问题都比较高发。那么其实我觉得户外活动能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重视起来，所以这就特别考验家长的时间管理能力，
同时这里面呢还有一块就是家长的情绪管理能力。对对，因为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言传身教也是非常重要。对，因为小朋友他不配合，对我经常说不配合的孩子是聪明的孩子，因为他想跟你脱离，他想自己长大。但是这个时候呢，家长就比较苦恼，他不配合、不听话，老是跟我顶。但是呢，明明我说的是对的，他又不愿意听。是，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我辅导的这些家庭，最后拿到私校的录取通知，这个目的其实最后变成是一个副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的收获是，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针对你们这个特殊的家庭去培养更健康的亲子关系。